美国70岁夫妇不听劝阻前往非洲圆梦，妻子当场被河马咬死，丈夫目睹全程下瘫在地。据新泽西网报道，70多岁的克雷格和丽莎曼德斯这一生除了要忙工作外，还要照顾3个孩子，即便在退休后的前几年里，两人也依旧闲不下来，不是在照看孙子，就是在为家人奔波。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新泽西州人，丽莎曼德斯从20多岁新婚那年起，就一直梦想着来一场非洲大草原之旅，那是一种对远方最朴素的向往。然而，生活节奏太快，孩子的教育、工作的压力、家庭的责任，让他们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被搁置。等到3个孩子终于长大成人，各自成家之后，新的人生阶段随即而至，一场婚礼，一个个孙辈的出生，又把他们牢牢地拴在了家的牵绊中。直到某一天，两人都已步入70岁的门槛，他们突然意识到不能再等了。如果不在此时此刻启程，或许再过几年就没有力气穿越草原，享受真正的非洲之旅了。他们必须趁身体还走得动，还看得清，去完成那个藏在心底半个世纪的承诺。克雷格和丽莎曼德斯通过一家位于美国本土、口碑极佳的专业旅行公司，预定了一趟10日的非洲探险之旅，目的地是赞比亚境内最成熟、最负盛名的自然保护区之一。为了这趟旅程，他们付出了不菲的费用，但当双脚真正踏上这片原始、未被打扰的荒野时，他们发现一切都值得。大草原的壮丽景象远超他们的想象，比任何广告宣传画面都更震撼人心。在旅程的前4天里，他们穿越不同生态地带，目睹了无数令人屏息的自然奇观和野生动物，带来的震撼难以言喻。他们还乘船穿行于壮丽的赞比西河上，沿岸布满湿地与草丛，鳄鱼懒洋洋地趴在泥滩上晒太阳，而大象们则在浅滩间嬉戏打滚。当然，还有经典的越野车狩猎之旅，游客们坐在特制的装甲吉普车中，车身高耸坚固，仿佛是流动的瞭望台，让人得以安全地穿越灌木丛与广袤的草原之中，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最真实的状态。在导游的引领下，克雷格和丽莎曼德斯一路看到花豹、狒狒、猎狗，还有数不清的羚羊种类多到名字都记不过来了。更不用说那些每隔几分钟就从高草丛中惊飞而起，在空中盘旋的绚丽鸟群。尽管如此美不胜收的经历接连不断，但整个旅程中，克雷格与丽莎曼德斯最为期待的还是第5天的丛林徒步。对他们来说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体验。没有越野车的庇护，只有他们的双脚与大地相接，真正的走入这片原始的自然世界。陪同的是2位经验老道的导游，他们背着步枪，深入原始丛林，徒步数英里。但实际上，在这片荒野中，他们的安全感并不依赖于那几支枪，真正让人心安的是导游对自然的感知与洞察。他们只需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土或草痕，就能准确判断出这里曾有几种动物经过，它们离开的时间，甚至行走的方向。只要听见鸟群的鸣叫突然静止，他们便能迅速意识到附近可能有猛兽潜伏。这些导游懂得比国家地理10年来的纪录片还要多，他们的专业与冷静是旅途中每一位游客的隐形护盾。在6人小队即将踏上丛林徒步之旅前，2位导游按照惯例向所有人重复了一遍安全指令：紧跟队伍，不可掉队，听从指令。因为在这片原始丛林里，每一次犹豫，每一丝迟疑都可能是致命的代价。他们的性命从踏出营地的那一刻起，就必须毫无保留地信任和服从导游的每一道指令，这条铁律不容置疑。而出发后的3个小时里，沿途的一切都如赞比亚的其他美景那般令人惊叹，美得几乎让人忘了自己身处于潜伏危险的荒野之中。阳光洒落在草丛与树叶之间，空气清新，世界仿佛静止，只剩下大自然最纯粹的呼吸与节奏。就像克雷格和丽莎曼德斯曾无数次在梦中幻想的那样，一切都是那么原始，又那么令人敬畏。领队导游耐心地教他们如何根据动物粪便辨认不同的物种。他们还在一片茂密的草丛中发现了一窝刚刚产下的雷鸟蛋。没走多久，一群斑马优雅地从远处踱步而来，毛发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，小斑马不时地蹦跳嬉戏，引得整个队伍发出一阵阵低声笑语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一辆越野吉普始终在他们身后远远跟随，车上不仅装有饮用水和便携午餐，还备有急救包，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。他们的第一站是在一条从主河流分出的静谧支流旁，那里河岸开阔，树木成荫，有几张简易的混凝土餐桌，供团队短暂休息片刻，吃些简餐，喘口气。如果运气好，还能在不远处的水面上看到一只鳄鱼慵懒地飘过。
而头顶的林冠间总是回荡着鸟鸣声，生机盎然。领队第一个走进那片林荫下，其他人依次跟在后面。忽然领队的脚步缓了下来，他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异常，林间回荡的鸟鸣声戛然而止，空气也出奇的沉静。他知道大自然在警告他们。果不其然，不远处的水中正漂浮着一小群河马。导游立刻做出手势，示意大家降低声音，保持静止。因为河马这些被误解为憨态可掬的草食动物，实际上是非洲公认最具攻击性的生物之一。与狮子和鳄鱼相比，它们对人类的伤害记录甚至更加惊人。它们的坏脾气早已在非洲草原上声名狼藉，不是因为它们饥饿或被激怒，而是因为那是一种天然的领地意识与不可预判的情绪爆发。这些庞然大物不仅拥有厚实如盾牌般的皮肤和4吨重的身躯，更拥有陆地上最强大的咬合力，再加上那张宽达4英尺、布满16英寸獠牙的血盆大口，一旦河马发动攻击，几乎没有生物能够逃脱它那张足以咬碎独木舟的大嘴。除非人类能以每小时超过30公里的速度飞奔，否则根本逃不掉这头水中坦克的追击。所以即便他们还在水中，没有靠近岸边，导游依然不敢有一丝松懈。他们知道这种沉默是危险在逼近的前奏。更恐怖的是，他们在水中行动几乎无声无息，爆发时却快如闪电。尽管眼前的局势令人不寒而栗，导游却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。毕竟这正是游客希望体验的一部分野性非洲。只要河马不踏上陆地，没有接近岸边，危险依然在可控范围之内。眼下那群庞然大物依旧安静地浮在水中，没有露出明显的攻击意图。于是导游小声示意众人抓住这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在岸边拍几张照片。克雷格和丽莎曼德斯站在队伍的最后方，靠近一片高高的芦苇。有一样东西，即便是经验丰富、对草丛一草一木都警觉的导游，也没能第一时间察觉。就在那片芦苇深处，藏着一块灰扑扑、毫不起眼的巨石，它安静地像大地的一部分，纹丝不动，表面斑驳，看上去像是从远古时代遗留在这条河岸上的天然石块，但实际上它是一头活生生的雄性河马。而它与丽莎曼德斯之间的距离不过短短12英尺。当它从潜伏中发动攻击的那一刻，整个水面像被炸弹击中一样翻滚喷涌，伴随而来的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。整支队伍都陷入了惊恐的本能反应，尖叫、惊呼、四散奔逃，拼命朝着来时的小径飞奔。但丽莎曼德斯是最靠近那头河马的人，几乎正对着他的冲击路径。等丽莎曼德斯意识到危险时，他已经无路可退。河马从水中腾空而起，双眼血红，巨口大张，径直朝丽莎曼德斯扑来。他最后看到的是那张张到近乎180度的巨大嘴巴，像地狱之门一样朝他吞噬而来。然后一切陷入黑暗，他的嘴直接合在了他的头部与上身。那一瞬间，惊人的咬合力彻底碾碎了丽莎曼德斯的头骨、下颌，撕裂了双侧锁骨和上臂骨，连带几根肋骨也化作了尖锐的碎片，刺进胸腔。丽莎曼德斯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失去了意识。他的身体如一只破碎的布偶一般，在河马第一轮摇头中已经瘫软，毫无生机。克雷格僵在原地，像雕像一样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的下半身在河马口中被甩来甩去。一位导游冲上来，一把抓住克雷格的后领，硬生生将他拖走。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丽莎曼德斯的状况早已无力回天，留在那里毫无意义。而如果耽搁半秒，可能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生命因此葬送。此刻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撤离其他游客。克雷格挣扎着、嘶吼着，试图扑回妻子身边，情绪近乎崩溃。这片看似平静的林荫，此刻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死亡陷阱。那些看不见的、潜伏的野性随时可能再次爆发，吞噬更多生命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位导游已经稳稳举起步枪，瞄准那头尚未离开的河马，准备开火。而此时，河马也意识到目标没有任何反应，显然已经不再是威胁。于是他甩动脑袋，将那具瘫软的尸体扔出30英尺远，最终重重砸在地上。接着河马环顾四周，看到人类已经跑远，便决定不再追击，转身一瘸一拐地返回水中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导游缓缓放下步枪，转身快步走向丽莎曼德斯倒下的地方。他的上半身几乎已经无法辨认，皮肤被撕裂，碎骨裸露，肌肉组织混杂着血与泥，像是一堆被压扁的野兽残骸。令人无法相信的是，他竟然还活着，他的胸腔还在以微弱的频率起伏，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血液从肺部深处被咕哝着挤出。导游不敢耽搁半秒，他和克雷格一起把他轻轻抬起，尽量避免触碰那些已经粉碎的骨头。
他们快步冲向停在林外的吉普车，车厢里已经挤满了惊魂未定的游客，可他们终究还是慢了一步。当他们刚将丽莎·曼德斯抱起几秒钟后，他那断断续续的喘息就戛然而止，他的头歪向一侧，双眼没有闭合，仿佛仍在望着那头从水中冲出的河马，望着那场永远无法完成的旅程。